大家好，我是张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直播。放心，今天是直播，不是录播哈这个暂时不要再录播了吧。其实录播跟直播各有好处啦，各位觉得录播好还是直播好，各位可以跟老师讲一下哈。如果觉得录播比较方便，然后我们以后可以改录播，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的，好吗？那大家晚安哦。那这个礼拜发生很多事情，那么一开始我们当然就要先去稍微去默哀一下哈。我们这个缅甸这边发生了大地震那这个大地震其实现在目前来说已经有1000多位的同胞他可能已经先去见佛祖了像佛教国家嘛，他们可能已经往生极乐了。真的是非常的遗憾真的是非常遗憾。这个天灾就是这样，你说来就来，你也没办法是说你要怎么去避免它没有办法。很多事情我们人生中是不能避免的。就像老师最近在写那个节目就讲到那个《道德经》的帛书版我已经在写了，要录音这个东西节目一直都有在做就进度比较慢一点。这个《道德经》开口就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刍狗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草编织成的那个玩偶这个牛马类的东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就是说在天地运行之间他没有特别针对你是谁不要说老天对我不公我真的是有够衰的真的是大家都对我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为什么坏人没有得到报应？为什么好人没有受到鼓舞？我告诉你，在天地之间这个都不重要。因为为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不是真的是不仁呢？没有。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天地万物运行之中，我们只是运行中的一个偶发事件所产出来的一个豁然率出来的一个文明。所以说人的心其实就是要去懂得去看这个世界万物的运行。但是如果你自己一直在心里面一直觉得说我不公平，我有些抱怨，我有些怨气，我老公对我怎么样，我老婆对我怎么样我的女朋友卷了我钱跑掉我这么信任他怎么可以骗我对不对？我婆婆怎么这样我的公公怎么这样我小孩为什么不爱我我对他付出那么多，我整辈子都付出在他身上了，上天为什么这样折磨我没有人针对你好吗？我说实在的，没有人针对你这《道德经》里面已经告诉你了，没有人针对你，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它其来有自的原因，这些都是一个循环里面的。我们个人的生命就像一个小循环，但是呢，我们生命里面的生命不断的运作呢，又是小循环里面套一个 buff， 又是另外一个循环。说很多事情都自作自受，因果小故事我们又要开始了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明白老师跟各位一直讲的就是，你的保险要买，保险要买，保险要买，对不对？那保险有买，你的事情就少保险没有买，你的事情就大，对不对？从这次缅甸事情我们看得明白。我今天的脸色好像有点太亮了，金老师你帮我把那个灯调暗一点。对，这太亮了，太白了，看10或15就好，再调暗一点。还行了，就先这样吧。想说黑我把灯打亮一点，结果就把它打太亮了，太可怕了，头发都发光了，你看看。好，那所以在这个状况，我们这个缅甸这个事情就提醒了我们，是说这个整个的保险规划，还有人生的一切你都要预先的安排好。只有预先安排，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可以灵机反应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你要只有预先安排这些所有事情，它可能会发生已发生、经发生、未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才能够让好整以暇的去经营我们其他的人生。有些事情我们给别人去烦恼，比如说我们保险就是把事情给别人烦恼，而不是我们自己烦恼嘛，对不对？保险就是给保险公司去烦恼我发生事情你他妈给我钱，对，给我钱，我不要你安慰我，你他妈给我钱就对了，那不是很好吗？就是其他事情我们追求我们自己的人生快乐，然后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状况不是很好吗？那云南那边有发生地震也是有的其实都是这个大板块互相运动了，这天地之间就本身就是一件事情的发生了，然后这边有地震，那其他地方会发生其他事情，但是找一个能量的一个平衡。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多人这几天一直问老师说，这个地震会不会更加的频繁会不会带来很多的余震？那正常来讲，当然是会的当然是会的，这个一定是正常的来讲，科学理论来讲一个震带地震之后，后面跟的是很多余震，甚至它是不是主震，我们也我个人目前我所得到的资料是无从去考证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就连地震的事情也是金玲老师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地震。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当然也是很担心的，跟老师说，那老师预言的那个预测的这个今年年中会发生的大事会不会因为这个缅甸的巨震就是很大的震荡地震是不是就可以化掉了等于说这不好意思，缅甸的百姓替我们承担了吗？这个是没有的这个
因为这两件事比较没有什么关系，哈，这比较没有什么关系。虽然缅甸也算亚洲的部分啦，但是规模来讲，它应该没有这么大啊。缅甸这件事情还不叫大哦，按照那团云来看，它大概也是有影响，但是没有这么大。所以说呢，我是蛮担心今年年中的，但可能是我看错了，也说不定了。各位不要太去惊慌了，可能我看错了，因为有时候老师眼神不好，像老花了，你知道吗？老花眼越来越严重了，拿东西要跟我爸一样看得超远，不甘心啊，因为我都没有近视，你知道吗？我没有近视的人啊，你到年纪大了之后啊，到半百之数的时候，那个字啊，近看不见，看远的。我就看我先笑我爸，你拿那么远干什么？拿望远镜哦，发现自己也是当望远镜了。那这个东西各位不用担心哦，这个基本上啊，你要去在意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准备哦，你有房子的，你有没有准备好地震险？那你有没有意外险？有没有医疗险？那不怕老公打过来，就怕你自己没保险。有保险啊，其实不要想说每一年的缴保费这么多很吃力哈，很多东西都没法去做，你都不能出去玩，然后都来缴保费了。老师每一年缴的保费是很多的，好吗？哎，我缴保费缴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确定我死之后，今天老师变富婆，你知道吗？我这个回来就钱回来，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就算哪一天，我真的是可哪边可能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是不是？我在家里躺半年、躺一年都没事儿，为什么？有保险啊，对不对？一笔给付的，是不是？发现不该长就把它剪了，我还可以请漂亮姐姐护士轮三班请三班倒，我每一天换3个，一个人8个小时，然后各个长得不一样的，对不对？对不对？这可以穿黑丝来都行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是人生有没有准备，然后日常你平常下的功夫多，平常保险买的够，那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其实不用太去焦虑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人遇到眼前的事情，我们先准备好了，那有备而无患，那就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对不对？那我们看那个在泰国就有房子倒塌，那无论是这个房子是谁盖的都一样啊。你在盖的之中的时候还没盖完，还没封顶之前呢，它都不算是一个完成的大楼。它盖之中遇到强震哦，它倒掉也是正常的事情啊，并没有很奇怪。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你自己的房子是不是这么稳固呢？啊，可能台湾大部分都蛮稳固的，因为我们经过921嘛。但是还是要注意啊，你的地震险买了没？啊，还有你的一些水灾险呐，或者是你的台风险啊、火险啊，是不是都买足了？自己的医疗险有没有买够的？重大疾病险，现在重大疾病很常见的事情，我觉得跟我们今天主题会稍微有点关系哦。像台湾的这个物价一直涨，下一个会涨什么东西哦？其实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后面就可以知道了，好不好？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理解哈，很多事情就是一开始做好准备，准备不是让你焦虑，准备是准备，就是我有备无患。我可能家里先买一些雨伞，你叫我是因为有雨天焦虑吗？不是嘛，对不对？我家里准备个头痛药，是因为我有疾病焦虑吗？也不是嘛，对不对？我就备着，我不用，过期就丢掉了，也没有什么为什么，是不是？就是有准备了，那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好整以暇，心态端平哦，不要说大起大落，大起大落，那就很糟糕了，好吗？好，然后今天灯打停掉了，对，我今天来不及调这装备，因为我刚才在做其他的事情哦，就这个灯装备没有调好，不好意思哈。好，来晚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来哦，这个缅甸巨震这件事情啊，是有没有办法消震黑云啊？在目前为止还是跟各位讲的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事情都会发生。那主要问题我们先讲到台湾哦，台湾这件事情其实老师是比较希望哦，做一个现在这一段时间跟大家讲清楚。台湾呢哦，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哦，我们的制度啊都是领先亚洲很多的。而且啊，我们受到二战的阴霾啊，是最小的。好像日本啊，两个原子弹，对不对？韩国有韩战，台湾啊，说真的，都已经得天独厚了。我们最多就是光复台湾来台，转进来台了之后啊，经历过一段很长的一个磨合时间，但是再长你也不过10年的时间，也就磨合的差不多了啊。因为毕竟都怎么样是同文同种嘛，只是你外省跟本省你是不会讲闽南语而已啊。除了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语啦，其实差异也没有很大。但是呢，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啊，我们就要去知道未来的台湾会不会跟现在一样的稳定？那当然是不会的啊，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台湾目前为止啊所仰赖的产业啊，其实我们在过去3年里面，我们特别一直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产业偏移的状况。也就是说呢，我们中小企业啊，已大幅的消失啊，不是整并了，它是消失掉啊。就是说我开店啊不容易成功，开个小工厂我是活不下去的。最多很多年前想去开个咖啡店啊、面包店啊，这个不算事儿，因为它本身的对民生的影响度很低。你今天路口开一家奶茶店，
那你然后隔2天它倒掉了啊，比如说阿娘伟，对不对？它倒掉了怎么办呢？都倒掉了吧？它替换度很高，因为它不是民生必需。但台湾呢、我们的经济立国之本基本上就靠了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现在基本上已经很难去竞争了因为你要么就很大你要么就只能做别人代工一般的工业你是没办法去做的。那这中小企业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现在都是网拍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叫网拍，就是网络拍卖，就是以前在那个雅虎奇摩他们做了一个拍卖，现在还是有了。所以我们把电子商务就叫做网拍这个是我们台湾一个特色。但是呢，像这样子的企业其实各位去我们的什么某皮去看或是外拍去看或是某天去看像这种个人商家很多都是从中国进货来的。所以说这代表什么东西呢？它这里面大概就变成像是服务业我们叫是电子商务的服务业，它本身出货的次数比较少，很多东西就直接从中国那边直接下单，然后直接寄到台湾来。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直接寄过来的。其实老师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情？其实这个是存疑啦其实真的是存疑啦。那但是呢，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台湾就失去了很多工业发展的机会。所以过去台湾各位不要想我们只有香蕉王国不是我们台湾以前其实还有螺丝王国跟电缆王国，对不对？像金玲老师他们家里是做螺丝的，而且我的岳丈大人他还是螺丝界的扛把子。对不对？还是10大杰出青年也是蛮优秀的。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去竞争的，因为台湾这个土地已经没办法去酝酿出，而且也没有政策去培植这些中小企业。当你一个国家失去了这些工业的去扶植的时候，工业没办法去滋养你的百姓的时候那么就业率就是一个问题你说就业率有问题的状况之下，就是说我们只能选择服务业。选择服务业会造成什么状况呢？各位，我们有一个前车之鉴，叫做美国。美国它有80%以上的百姓听清楚，我们前2期有讲过，美国80%以上的百姓是服务业，也就是说它不是生产，我就专门服务他人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互相帮助，这是个社会的形成要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都是服务业状况之下，造成美国现在经济危机是很大的特朗普你说他是伟大的领袖 ，OK， 我赞同你了，好不好？因为我也蛮欣赏他在年轻的经济上的模式。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他没有工业去撑起他国内的经济，所以说他就算一个纸糊的一个房子这个纸牌屋一样这个名字讲的不错这纸牌屋一样，它随时可能因为一场大风它就垮台。而台湾现在也往这个地方去迈进。所以说我们在一些拍卖所买到一些东西有人说我们要抗中保台，你跟我讲抗中保台的，你先把你家里所有 Made China 的全部给我拆掉，你拆掉之后，我看你老婆连内裤都没得穿了，对不对？这个正常的一个事情是这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摆脱你这个所谓的贸易的依赖你是没有办法去摆脱开来的。所以是说你就只能怎么样？你就只能够继续的去滋肥，对不对？有人说你这个小粉红对不对？那我就说，那你就把中国东西踢掉。他说你这样不行为什么我买别人东西我就支持他呢？那你不支持他，你买他东西干什么不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双标嘛。所以造成台湾本土的工业是很难去经营的非常非常辛苦的经营。那有人说老师，我们的很多高科技产业是非常优秀的，没有错没有错，这是对的。我们台湾还有很多高科技产业，但是它的可取代性现在已经到了临界点了。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对岸都已经可以开始怎么样？开始一块一块把你挖掉，它不叫蚕食，也没有到鲸吞，它就是一口一口的把你生吞活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培养新的工业，再回来一个道理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培养新的工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电价不稳定，我们的水电并不稳定。在水电不稳定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培养你的工业？他说：“老师，我们还有台塑，对不对？台塑，难道它只有台湾有工厂吗？”你要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就连台积电来好了，很多说台积电是中国大陆一直想要的。你跟你讲这些人，我就觉得你有没有想过，在中国大陆的江苏省南京那边，它是有台积电在那边设厂的而且生产是28奈米，好像是这样子，对，28还是48忘了。那台积电在南京是有设厂的甚至说制成的它是有出货给当地的对不对？这个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很明白的是，我们的一个被可取代性是很高的，不可取代性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按照我们的所有的通膨跟我们所有的一些百姓，你要生存被这些物价所推高的，你不得不去涨的时候，那我们原本的工业竞争力也会更低。美国没有办法把它的 iPhone 所有东西都回到美国生产，就是因为在美国生产你利润压榨到个极限。
有的赚？有的赚，因为 iPhone 卖很贵，它卖太贵了，对不对？它就算是全部在美国生产，它还有的赚，但是赚个什么？赚个过水费。它就没有办法是说像现在利润这么厚，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生产，它的利润很厚，因为人工便宜，然后价格贵，它里面是不是就有价差？赚的是一个知识产权费嘛？这个它应该赚的啊，因为它毕竟它的手机刺激到了整个中国很多手机行业，以苹果为标杆，然后拼命去追赶它。对，这鲶鱼效应嘛，所以说这个也没有说他赚这钱不对哦，生意上只有合不合理的利润，有人买它就是合理的利润，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需要注意到是台湾你整个经济已经没有办法去更加的发展了。那么反过来看，我们一开始所讲到保险这件事情，各位你要去记得，台湾的健保是一个设计出来是为了要让什么？为了让贫穷的人啊跟富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有公平就医的机会。各位去想，我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啊，叫我父母他跑去越南去开工厂。对不对？就留我一个人，一个是吧？刚刚国一生还是国二生留在台湾，是不是？那时候没有健保啊，没有健保，那我发烧发到39度怎么办呢？我就骑着脚踏车去看医生，然后就去缴了挂号费。那几十年前的时候，那一场挂号费加医生费用加起来是多少？是500块台币，500块台币啊，500块台币是多少？你知道吗？你一个礼拜学校的便当钱都是差不多就是500块台币了。好，那个护士小姐觉得你妈嘞？你妈不？我说我妈不在，你爸嘞？你爸也不在，那你怎么来了？我骑脚踏车来了。他说你发烧到快40度，你自己来啊，不然谁带我来？他妈烧死在家里啊！哦，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去知道是说什么呢？我们自己本身的健保是一个让需要穷的人他有能力去看医生啊，不会发生到是说我生病我不敢看医生，因为看医生很贵。哦，这个东西在发达国家就可能是一个压力，哦，可能看一次医生就可能几千块美金也有可能啊。这个大医院看来，你家庭诊所看了多少钱啊？也大概家庭诊所看了多少钱啊？季老师，家庭诊所看一次医生多少钱？哦，你那几十年前呢？你那多久以前呢？你在加拿大看那个，哎，我在加拿大没看过一次，他壮的跟牛一样，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生病。哦，那反正就是说比较贵一点哈，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是在第一个滥用，它没有很好的监管啊。当然，这个本身的制度是好，但是我们抵不过人心嘛，对，人心有问题，那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来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要注意到，台湾的医疗体系是有一个趋势，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不知道谁去控制它了，一直企图的是想要让台湾的医疗慢慢走向欧美化。啊，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希望台湾的医疗慢慢走向欧美化，让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到家庭医生去看，然后看完之后，你后面才能够去大医院去看。各位懂老师这个意思了没有？就是他希望能够把这医疗把它变得欧美化，变得欧美化很大的意义就是你的医疗费会变得越来越昂贵啊，越来越昂贵。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担心的就是说，百姓会不会是说未来你看医生会有越来越有压力在，因为现在的趋势是逐渐的调高你的医疗的收费啊，医疗收费应不应该提高？应该提高了，我没有说不应该了，因为医生护士都很辛苦，对不对？但是各位你要去看整个舆论的发展，还有一些新闻的文章，都开始抱怨医生你做手术刀，然后你这样只有赚这些钱，然后护士呢你连他们真的很辛苦了啊，护士赶班也很辛苦，然后他们的薪水还是不够高，那这个东西你要调高它，是不是就当然也是可以去调高你的收费？那这个部分，我们台湾的收费就越来越有可能欧美化啊，可能你不保的东西越来越多啊，健保不保的地方越来越多，然后呢，你的费用会越来越高啊，等等之类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在台湾健保有一个很不合理的，我就说马英九这个昏君就在这里，所谓的补充健保费就已经违反你这个国民保险的一个问题了。我这么觉得，我觉得他真的是个昏君，你做一个补充健保费不应该，对，每一个人都应该付一样的健保费，按照年龄去区分，我觉得合理。是不是？比如说，老师现在自己没有上班，但是我所有健保费我也是全额去缴，对不对？但是呢，但是我的房东他就要缴什么补充健保费？为什么？因为他的收入已经高过了他那个免税那个什么健保的集聚。好，他现在我缴开他的钱里面还有所谓的一部分的补充健保费，他自己去缴，他没跟我收了。但是我相信放在海南房东里面的，因为海南房租里面，因为我觉得我房租蛮贵的，我房租真的蛮贵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我们的百姓压力就会生活越来越大了，不只是便当，还有任何的一切，它其实会在我们的一些必须要用到的东西，但是呢，可用可不用之间，慢慢的调高我们的一些压力。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本身的国民生活的痛苦指数会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我一样的钱买不到一样的东西。
好，就跟现在日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一样的钱，我是买不到一样的东西了，我就开始缩衣节食，缩衣节食之后，那你经济是不是就开始跟中国一样变成通缩？通缩发现了之后，那你会现在带来什么东西呢？带来的就很简单，你就是房价也要下降了。房价下降的状况会造成什么事情呢？房租上涨了。房租会上涨了，因为你不买房子，他就去租了嘛，买不起，然后就开始抛售。但是呢，你房东他职业房东，他这个东西已经全款，他没有差，他反而会房租反而会涨，房价不涨，房租涨，这个是会有发生的一个事情。贵东老师的意思吧？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能够去小看，是说现在台湾因为你的经济跟工业没有办法给百姓提供了更多的收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受到通膨，还有我们整个两岸关系或者是国际贸易之间的能源的问题，我们百姓负担会越来越大。根源就是在于我们自己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所以说我们通缩也完蛋，通膨也会完蛋，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状况。而这个状况其实在日本、在韩国这都一直在发生，只是人家有工业。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们有工业就像日本，它有汽车，它的汽车很强大。我们台湾有没有汽车？有，对不对？那个车子我开过一次，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有人叫我不要买，后来我也没买它了。那个 L 牌的，各位知道就好，我不要乱说别人。然后这 L 牌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那个台湾的问题啊，它会越来越严峻，严峻到最后呢，这个地方可能不适于下一代居住。这个我真的是很不愿意讲这个话，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台湾很不适合可能在10后的小朋友你要在台湾再去竞争，那真的是会很困难的事情。10后嘛，现在大概都已经15岁了，对不对？10后10年的现在15岁了，那15岁的你到7年之后，那你就要入社会了。在7年之后，台湾大概已经没有高科技可以去跟对岸去竞争。假设没有统一的状况之下，已经没有的竞争了，就算统一了，也没办法竞争了。董老师意思说也没办法竞争了，因为趋势在这个地方我们长期的忽略了我们自己工业的培植，也忽略了这个经贸的很重要的平衡，导致我们现在会遇到这些问题，那个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掉。说很多事情啊，各位老师只能说尽可能的往东协，往中国那边去发展留在台湾是一个情怀啦，但是对下一代来说，那个风险是很大如果你自己呢有很多栋房子的，我是比较建议你自己该要住哪一栋清楚就好其他的不要去强求。我说真的，那个不要去强求，好吧？那除了在台湾的部分呢，我们要去注意这个事情一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在整个军事环境里面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美国竟然也有介入台湾的一些问题当然他们认为是说台湾你要真正刺猬，但是他们没办法做军援他们没办法做军援，所以他们只能帮助我们自己保卫自己，意思就是打起来那是你家的事情。我给你武器，但是呢，你要不要抵抗？你要不要去打仗？那就是你自己决定了。所以说，现在在美国，他现在有公布了一个2025年的年度威胁评估关于台湾部分当然它里面就有指出，北京将就两岸统一目标持续的施压台湾。那目前为止从它里面的新闻里面所看到，解放军在夺取台湾甚至说是恐吓或者必要时候打败美军干预的能力已经取得了。它有稳定但是不均衡的进展，意思就是它有能力来不但吓你台湾痛喝一下，然后呢，它还有办法，就是美军要来去支援的时候，把你打掉一部分的战力，让你知难而退。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各位，它会发生的。比如说什么南海这次小马可仕他就是为了是说这次抓住特地让他民间的民调低到一个胡说八道他底下的军队都开始准备要政变了这个风声其实已经不只是风声他们在国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需要一场大秀来稳定他自己国内的舆论，还有他的民心士气。所以说，他就跟美军一起联合，然后要去进犯所谓的黄岩岛进犯黄岩岛，就是那个黄岩岛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中华民国的，好吧？该怎么去讲呢？好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们只要往黄岩岛过去，但是呢，中国立刻派了他们的军舰直接开过去，那美军就先抛下了菲律宾的军队，他们自己先游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要去跟中国有任何第一发攻击的状况产生。即使可能会有冲突，但是他们不要开第一枪。为什么？一开第一枪，你后面就是损失。中国可以经得起海军的损失，
他打掉了几件，那些士兵可能怕死，可能不怕死，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一等功就在那个地方待着，他们的家人会受到很好的待遇，是不是？那这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美国就不一样了，他的军舰打掉一艘是少一艘，他没有办法再盖另外一个全新的驱逐舰或者其他的护卫舰，因为他们没有造船的能力啊，维修都是一个困难，更别说造船能力了。那他们高科技能够研发出来的飞机，但是海军部分，那目前造船来讲，全世界最强的还是中国。曾几何时啊，变成中国，我也觉得很夸张，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美国的情资是他必要的时候啊，中国会打败美国的干预，就是消灭美国来犯的军队。那这个状况，你觉得美国会去处理吗？美国自己认为他会被打，而且他会打输，那么他一定会损失一些的军舰，那么他就不会做，因为依照美军的力量，他打伊朗可以，打其他地方可以，伊朗可能也打不过。但是你现在要去跟中国对战，那绝对不是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台湾整个的明星啊，很多是很混乱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中华民国法务部啊，也在研议去立法管制言论哦。这个东西其实不意外啊，各位你们发现我们前几期在谈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罢免啊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几个礼拜我们都有谈到。哦，所以说有人就说他是在吹这个什么戒严的法罗，那这是台湾的新闻。所以说在这个关键，这个法务部次长啊，我们法务部次长啊，他就有谈过是说，他对武统的言论要有规范哦，那所以是说他需要立专法，然后来去禁止这些武统的言论。所以说这个东西已经开始要进行的一些文字狱或者是一些言论自由的一些限缩。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所评估的台湾未来的走向，那个是一个还蛮接近的一个状况。而现在也包含了是说，他要去做这个所谓的台独分子的名单，那当然很多人去检举了啊，检举后来出来的名单呢，大概也是大同小异，当然我们认识的那些还包含一些网红，那这个状况其实会不会有影响力？反正还是会有影响力的。为什么？各位要去知道，最大影响的并不是我们台面上这些官员而已，而是说这官员跟他有关系的人，他会不会担心是说，你今天被检举了，那你自己讲的很好听，我也支持你，但是你的名字在上面，那以后会不会查到我身上来？我在中国有房子、有车子、有公司、有投资，对不对？像老师这次在沈阳我住的那个民宿对面，刚才起一个很大的一个建案。好像在进行，好像没进行，那我不知道啊，因为冬天嘛，他应该不会冬天时候施工。但是我听那个保卫啊在聊那个说那个老板是谁，那个工地老板是谁？他说工地老板是台湾人啊，只是不常去啊，他就去负责那个很大的一个工地现场。那你这些财团会不会害怕？你这些有关人士会不会害怕？会害怕啊，对不对？也包含了是说你这些小老百姓哦，哪一天也怕自己言论太过激，那是不是也会被人家检举？所以无论你是亲绿的，或是你是亲粉红的，都一样，大家都害怕我讲什么是不是都会有问题，对不对？台湾还有言论自由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发现到了这个在新加坡的前总理林显龙啊，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啊，他呼吁啊，中美贸易战啊会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也就是说80年来是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那李光耀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李家父子啊，就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他把李光耀就是新加坡的国父，好吧，他也算是国父级的人物了。那林显龙是接他的棒啊，现在也退休，交给了他们下一代的这个总理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预期到一件事情。李光耀他说，新加坡要面临到中美贸易战里面前所未有80年以来的惊涛骇浪，那跟我们现在亚洲为什么尤其是跟台湾跟两岸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各位，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新加坡是什么国家？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国家，它扼着马六甲海峡的一个进出口，但是呢，它没有军队它的海军还是我们中华民国训练的，很久以前了。所以说他不是他没有一个自己很强大的海军他就是摆个样子而已，他没有很强大的海军，而是有军队了，但是不咋地了这说真的不咋地的这种状况。那么这样的国家，它本身用的是什么东西呢？本身用的就是它的金融服务业，也就是说呢，它算是一个东南亚的香港你可以这么看，也可以东南亚的香港，也可以说是东南亚的伦敦过去的伦敦现在已经变成法兰克福，变德国了。所以说，所有的东南亚资金很多东西都到新加坡去转运，也包含台湾有很多的一些私人银行它也是设在新加坡不只有瑞士，有的也有新加坡，还有很多私募基金等等之类的，也是放在新加坡。所以新加坡它是一个港口国家之外，它也是一个金融中心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中美贸易战跟它有个毛关系呢？当然有毛关系呢。
因为什么？各位也知道，中国它要去做一个世界贸易啊，它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两个。第一个啊，它有强大的美元外汇存底啊，3兆多美元的外汇存底啊，这是有的。加上它也有美债啊，它现在美债只剩下几千亿啊，它慢慢就把它消化掉，它留美元不留美债，因为美元我可以立刻买到东西，但是美债不行啊，美债还要经过变现交易交割啊，你才会有钱。但是美元不用，我说它可能卖掉美债会换成美元，说它不是消失了美债，它只把债变成现金啊，就这样子而已。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它如果今天跟中国贸易战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收了台湾，收了台湾之后，美国一定祭出的一定是制裁，对不对？因为特朗普他最喜欢用的是制裁这一招。制裁中国变成什么呢？变成是说你使用美元，你使用人民币啊或美元，这个状况对中国来讲会有障碍。什么样的障碍呢？就是说它会促使中国更多的跟其他国家贸易就使用本币交易。本币交易就是我用人民币去跟你买你的东西，或是我用以物，比如他跟阿根廷哦，他就用5G 设备去给你换你的牛肉等等之类的方式。但是中贸易战一旦是产生了这些因为台湾的问题变成制裁的时候，那么交易就有了问题，那就变成是说新加坡它本身使用的绝对不会是人民币，它也没有办法跟中国以物。为什么？因为它是港口都市，它是一个金融服务中心，它是怎么样可以跟中国本币交易呢？不行，因为油也是很少，你知道，油是很少，或者是说它也没法以物，因为真的没有东西，它没有工业，你怎么以物呢？所以它无论如何状况之下，对于新加坡来讲都是一个灾难，因为它是金融中心，而失去了中国在这个客户的状况之下，那它只有存款，那也没办法把这钱变成活水。那它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说，为什么中美贸易战有问题之后，它会变成对新加坡来讲是一个惊涛骇浪？它的言外之意是指是说，当美国要完全制裁中国，可能因为台海战争或是南海战争，台海战争不会有了，那个台海战争状况之下，那么它被制裁的时候，那整个金融秩序就会混乱，金融秩序混乱，最大受影响的一定是这些金融交易中心。对不对？人家不会制裁香港也没用啊，因为香港发行港币的是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是英国人的东西，对不对？加上它的很多外汇储备也都在香港，而香港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它背靠了大陆，所以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新加坡就会有问题，所以新加坡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要做好说我所谓的绑好安全带，意思就是很简单啊，整个世界的局势要批变。那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一定是在台湾，我说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所谓李光耀他发出来的言论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家庭哦，非常有智慧的父亲，跟他有非常有智慧的总理，他们的国际观察经验大部分都是会应验哦，这个是很确定一个事情。好，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我们其他的部分了，我就先看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不然我这切回来看一下各位我的声音有没有到，要不然到时候又说我自己讲的很开心，然后没有声音。哦，感谢曲老师啊，感谢曲老师哈。保险不平等条约要查清楚再买，当然保险要懂去研究它，你不能闭着眼睛买啊。这个我们那个曾辉也是讲的是对哈，曾辉姐吧，就是凶还是姐，我搞不清楚，但是应该是姐吧。哦，记得好像是姐啊，我们的理解在讲这个应该是重要的，好要去理解。台积南京在生产16奈米了，16奈米也是很高了哈。DUV 跟 EUV 都有哈。好，那我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台积电有时长哈。2025年现在人货不断，下次会在哪？还是在亚洲计划多了哦，还是在亚洲计划多。还有什么问题呢？落雨网哦 ，OK。老师，美国打伊朗，他都已经准备好军队了，他的那个 F35战机还是什么战机，他们都已经B16轰炸机啊，美国好像只有20几台 B16轰炸机吧，他好像把4台都调过去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打一定是会打，但是打大打小的问题是很重要，因为伊朗它现在可能会有核弹哦，你弄不好那个伊朗先爆了，那个事情就很难讲了。所以打伊朗啊，其实我觉得特朗普他是冲动的，因为伊朗现在是一个。不要去把它唤醒啊！这个沉睡的狮子，你不要把它唤醒是最好的。你把伊朗唤醒了，让他真的是跟你毛起来干了。现在只有胡塞组织跟你毛起来干，你真的是打到伊朗政府都不得不去号召穆斯林兄弟，是说做最后的圣战反抗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事情会很大。那个穆斯林兄弟在报仇的时候，那个问题是很大。人家不怕死的，反正死后有天堂的花园在等着他。哦，他们的这个宗教是很狂热的。不要去想哈，不要想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说特朗普如果真的打了哦，那我相信美国会受到很大的损伤，因为
你不晓得胡塞组织或是伊朗他有没有能力把你的 B16轰炸机用其他方法，比如说其他人支持他给他分享情报，去抓到这个 B16轰炸机的位置，然后呢一个导弹把你打下来。这个是有这个概率的，各位不要想没有，就是他没办法锁定什么事情的。我告诉你，天底下就这么神奇，沙漠中都可以挖到那个火箭弹了，对不对？沙漠都可以挖到火箭弹了，地上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奇怪的军事设备了。你说伊朗今天如果他自己无人机都这么强了，他有没有可能其他地方也很强？然后呢，就把你的 B16轰炸机打掉1-2架？不要说多，我跟你讲，我们都不要说多，1-2架就可以了。1-2架就可以让美国痛彻心扉了，因为它只有20几架，你到了1-2架，这个事情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你要么就打了一定会赢的，要么你就不要出去，你就打个嘴炮就可以了。你真的去打了，然后又损失了，有战损了，那这个事就很难。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这个美国的航母就被胡塞组织打了一个大凹洞，他今天可以打你大凹洞，明天他就可以把你整个打到更大的损伤。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因为我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美军啊，它是一个让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它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军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 boss 你怎么打都打不赢它的。但是除非我们发现这个无坚不摧的巨人，这个大 boss 它可以打出血条，你懂吗？你可以打出血条状况之下，就代表没有打不死的状态。过去我们看不到美军的血条，因为什么？因为它很强大，我们打不赢它。但是，一旦被打出了血条，就像这次的航母，这航母其实是一个很不应该受伤的事情。你航母被打出血条了，那么大家觉得你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一方，你的航母并不是一个传说，你是一个有血条的 BOSS， 你只要有血条，你就有办法被打败，这是一个现实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说，在后面的东西，我们就要看到第二个东西，就是说，看到台湾问题啊，我们第二个要看到就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就是中国现在的整个科技的进行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状态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状态。各位先不要去怀疑这个中国这个整个强大的状态，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英特尔，它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 CEO 过去的前 CEO 叫基辛格，我们知道，那么。他的发表一个东西，他就说过了，台积电即使巨额投资英特尔或是巨额投资的美国的晶片美积电也难振兴美国的晶片制造这个是基辛格讲，他是前任的那个 Intel 的执行长CEO。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办法比如说在2025年，就今年的3月25日，也就5天前。中国的中科院宣布，它有固态深紫外线 DUV 的雷射技术，而且它是绕过那个艾斯摩尔的专利封锁，它是有办法自己制造出 DUV 来，也就是说它的成熟制成的光刻机，它是可以有办法自产自销了它有办法自产自销了。而中国它官方也寄出了所谓的节能新规，也就是说呢，你现在有一些晶片的运行，或是你的这些高科技产品你是不能够消耗过高的电量。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针对什么去打呢？它是把一个什么，把 NVIDIA 在我们台湾叫辉达，当成的那个目标去打它的标头去打。因为它的耗能如果高，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去采购它的，也就是说辉达的晶片H20就没有办法在中国继续的销售。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敢去禁止让你的晶片没有办法来台湾，没办法到中国销售？因为我自己有了，所以说我就让我自己的企业或其他的一些民间企业必须优先去采购低耗能的这些晶片，然后这些设备来去使用。那么这个很简单，就是他们把自己的钱砸在自己人身上。过去有一些的采购，当然他是比较希望用外国的厂牌，因为毕竟那个稳定度什么都是英伟达也就是那个辉达他们比较高。但是为了长期发展那当然还是必须强迫他们去使用他们自己国内产能晶片。所以这个政策跟现在目前中国的状况，它是可以整个去对比起来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当中国它现在有能力去做这个 DUV 的时候那么他们自己的光刻机就是代表它可以做商用的。所以因为这个问题导致是说在3月26号的时候NVIDIA 它的股价暴跌了 5.74%， 个百分比，它市值就在一天里面蒸发了1700亿美元。
好，1700亿美元。它详细的数字，详细的那个DUV 的官方的一些代码，老师不知道哦，因为实在太细了。我是一个你知道算命的，然后这个理科都不是很能够去讲。但是啊，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在中国得到的一些媒体报告，还有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分析啊，这个目前中国的 DUV 啊，它能够做到的事情啊，可以把它的精细度啊，甚至可以推进到3奈米。推到3奈米的意思就是说，它有能力做到3奈米，但是良率可能不高哦，良率不高就是成本高啊，成本高当然是很重要，它当然是不行这样干嘛，那一定要成本要低，那成本现在高，但是它有能力可以做到3奈米，而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是，它7奈米跟5奈米哦，可能在今年第3季或是明年的第2季，它就可以做到投产。就是说我已经可以正常商用了啊，你只要有订，那我只要排程过来，我就可以出货给你，我不用依照比如说外面进口来的晶片，我就可以给你了。所以说未来的华为它的手机里面哪一天可能明年的出现它3奈米的制程在它手机里面显示，那这都不会奇怪啊，这就不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它现在有能力做这些事情，而这个同样的状况啊，其实目前的艾斯摩尔哦，他们的一些模式啊，他们比较可以确定是不一样的哦，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只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 DUV 啊是可以做到比较自产自销哦，所有的供应链他们留在自己的一个状态。而在这个里面，我们从这个晶片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年啊，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所喊出来的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啊，到今年也算是2025了嘛，所以它的状况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他们之前所设定的，他在2013年吧，好像是2013年吧，所设定的中国制造2025，到今年2025的时候，它的目标达成率是多少呢？达成率是86%，有没有100%？没有啊，没有全部达成，只有86分，没得到100分，得到86分。而这个事情就有比较重要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各位去知道，中国制造在全世界已经不是26%了，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是33%啊，3%，全球生产量的33%。那美国制造占全世界15%，这是在2025的状况之下。那么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制造将预计占在全球的45%，全球制造45%，而美国占11%。就是美国制造只占11%。你说表示不是说美国都没有工业吗？哦，美国品牌的工业，好吧，这样讲比较简单一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的工业它的一个内含量啊，是非常高的。这么高的工业的内含量，那么它就可以怎么样让它自己的百姓打螺丝是有地方可以打的。那就说打螺丝那些东西不是什么高端科技，这可以让他们的国家强大吗？各位不要小看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办法有工业的状况之下，你就需要人啊，你有工业就需要人，哪怕是 AI 也是一样。你有工业，你就是需要人，有人你就得让那一些低端的百姓啊，他没有那么好的生活资源，他就没办法念书，想念书也没办法念书，我就只能念到一个国小毕业，他不行，他们9年义务教育，我就只能念到初3毕业，我就得烫个金毛啊，骑着鬼火，然后呢，我去工厂打工啊，这总是会有这样的生活的人，而且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人。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没有工业，那他们要去何去何从呢？对不对？这个社会一定会有一些不同层面的人，我们不要说高低，他会有不同层面的人，有不同层面的人，我们就要去关注到这些百姓的生存问题，总不能每一个人都跑去提外卖嘛，也不行，因为外卖第一个会失业，你可能工厂都还没有完全这机器人取代，你的那个送餐可能就被那个 AI 所取代了，被这个自动跑路的取代了，然后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当中国它的中国制造2025在2030年，如果在没有战争状况之下，它可以达到45%的状况，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世界的经济中心它一定是在中国，因为全世界都得跟他买东西，45%，所以100个人里面你有45个人，你必须跟中国买东西。这样讲就有点粗略，但是全世界你每个家庭里面你含量至少45%的中国制造，那么中国的收入还会少吗？因为他们现在要求的是说，它不是做世界工厂，中国要求的就是说，它所有产业链都要聚集在他们国内里面，它提供给你水，提供给你电，然后给你一些人力，让所有人一开始就尽量的留在中国境内，然后来去做这些经济化的运行。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请问中国它有办法落到哪一个地方去？是很难的。所以未来的整个世界的经济啊，一定会以中国为中心。
原因就是在于工业在中国是站稳脚跟的，因为什么？他的工人都可以受到9年义务教育，你至少都初3毕业，你至少都有识字率。同样的状况之下，你放到印度、放到越南，你不一定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水准，甚至在中国，你有硕士毕业去打螺丝的也是有，台湾也是有，对不对？博士毕业去卖咸酥鸡的也都有，是不是？没有说对跟不对啦，那这每个人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那只能说是这样子，所以说你高学历你可以低就，但是低学历的人你没办法高就啊，懂老师的意思吗？中国每年制造出这么多大学生来，他可以高学历的人去低就，高学历的人去领2500的月薪，但是你原本领2500的月薪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跨越阶级去领到25000，但是他如果领2500的一个可能硕士生，他未来有可能领到25000，那他可以这个 range 中他去反复横跳是有机会的，但是低的没有办法往高的，对不对？跟董老师意思嘛，所以说。在印度、在越南、在柬埔寨、在缅甸这些地方，就是因为低学历的人太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往上去跳，造成他们的国家会越来越穷。同样的，美国也是一样，低学历的人太多啊，但是他们70%以上的百姓都是高中毕业而已。那么低学历的人太多，他就没有办法反复横跳，就往高学历的高收入的地方去走。那么高学历的他可以往低地方去走，但是低的不能往高的去走，造成他们国家的百姓的经济非常两极化。这两极化状况之下，就变成阶级的固化。你阶级一旦固化，就容易造反，懂了吗？阶级一旦固化就容易造反，因为固太久了，天下大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只要让一个国家的阶级固化太久，它必然要反。你说印度没有反，印度这近年历史你不是没看过，他反了很多次啊，从英国人反出来，那你是不是反？那也是反了，那才几十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发现到整个中国它的高学历化是很多，但是呢，它的一个阶级的流动性是比较高的啊。任何的人你都有一个机会啊，去争取，只要你有去符合这个游戏规则。但其他地方不是，一旦固化久了，你就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而在人工智慧部分现在我们包含看到了 DeepSeek， 它现在它的那个所谓的R1 大模型经过他们去反复去实验它可以用比较低端的电脑。但是呢，可以达到跟那个 ChatGPT 4相当的效能，意思就是说 ，DeepSeek 它所有的大模型，它去跑到比较差的电脑里面，它还是可以运行的跟高端的 ChatGPT 是一样的，成本只有你的20%。所以这个东西就发现到这个 DeepSeek 一旦开源出来之后它不是一个封箱系统。开源之后它这个像包含了中国的长城汽车或是一些电信网络的优化，还有现在各行各业很多都把 DeepSeek引入到他们自己的行业里面，这会变成什么呢？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你接到的客服电话有时候都是听起来像真人，但实际上它是 AI。而过去的 AI， 你可能问起来问题，你会觉得它很平板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如果把它引进了 DeepSeek 之后，它的反应会比过去来的好。过去来的好很多。各位，你无论在抖音或在 YouTube 上都有看到比如说那个新三国把它演的那个所有对话都不一样比如说曹丕在那边吃西瓜，然后曹操在那边翻桌子这个东西都是 AI 去做出来后制出来的，声音也可以一样，人也是本人，但是你看不出破绽来，你就觉得怎么可能要去吃西瓜？所以这个就是 AI 所做出来一个事情，而中国这个主要他们现在 AI 的发展速度那是比较快的这是比较快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看到中国现在已经在什么？他们的工信部已经启动了6G 的频段去实验，也就是说，他们预计在2028年他们要制造出来一个全球新的标准，叫做6G。5G 我都还没有用到很明白，它6G 就要出来，各位懂老师意思吗？5G 我们没有玩得明白，它6G 就出来，这让我觉得5G 好像也没什么。那台湾5G 很贵，大陆也不便宜了，所以我觉得5G 都还没玩很明白，价格还这么高，你现在做6G 干什么？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他们现在要做出来的事情是5G 跟6G它的设备的互联率要高达98%他们都可以去做这个原设备，我们直接升级。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是还蛮厉害的因为同设备你怎么去升级呢？不大理解。而这个状况之下，中国进展那么快，还是有 DUV， 那艾斯摩尔是不是就等着倒闭吗？当然也不是。他现在他们有新一代的 EUV 的叫做什么？叫做 High NA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言而总之，它是卖东西比较贵他们原来 EUV 设备卖的是1.8亿美元大概59亿台币。那现在未来的一个埃米级的可以做到埃米级的这个光刻机它就卖到多少呢？卖到3.62亿美元，大概台币大概100多亿元真可怕一台机器这一台机器就100多亿元台币，太可怕了。
那未来呢，它的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光刻机啊，它要卖到7.24亿美元，所以一台光刻机啊就等于237亿台币，哦，真是可怕。哦，说真的，这真的是可怕。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到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啊，已经是拉开出了一个距离。所谓拉开距离呢，并不是说美国现在更加强大，或是什么样的状况，而是说在 AI 技术层面里面，它拉开了距离，就是中国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好，快到让你后面要去跟到中国的脚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很多啊，在美国有一些 AI 提供商啊，他也开始把那个 DeepSeek 修改掉，啊，变成他们自己的模型，因为它开源嘛，本来就可以修改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要规避政治的风险，因为你用 DeepSeek 你就他们政治上的风险，欧美都是一样。那你修改掉它的模型，代表是说未来 DeepSeek 它更新的时候，你这边要更新，就会产生其他的一些工作量，然后就没有那么容易。那这个就变成是造成他们未来发展会有很大的障碍在。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的新的国务卿卢比欧啊，他就讲得很明白一件事：中国在电动车啊、能源跟发电，还有造船还有高铁的4大产业啊，在全球已经有了领先的地位。取得领先地位，而在航空啊，比如说他们的航太啊、生物科技、先进材料、机器人以及他们的工具机、半导体这5大产业啊，也是取得相当实质的进展。意思就是，它这些产业已经跟美国有威胁性了。但是目前在中国啊，其实老师一直没看到这个很好的研发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农耕机啊，农耕机啊，其实最近前一段，但算快半年多前吧，老师有跟一些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去谈过这件事情啊。他们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农耕机都是自产自销的，都自制的啊，不是一定要跟美国去进口。但是呢，它唯一缺点就是它耐久度是比较低的啊，它就容易坏，要修要换零件。但是优点是呢，它换了3次5次呢，那也比美国的或者欧洲的换1次还来的便宜。所以说呢，它换多不要紧，但是它便宜，它便宜，它功能一样，就是容易坏。但这个令人也觉得很费解，它容易坏，用起来就觉得很讨厌，因为你要修就要时间，叫修就觉得很烦。但是呢，欧美他们的农耕机啊，或是农业相关的大机械啊，他们就比较不容易坏。但是呢，一坏就很贵，因为你要叫原厂过来修，你自己又不能修啊，这个是一个麻烦点。那不晓得这半年多来中国有没有改进？但是呢，压力就是真的是会比较大一点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在一直以来去进展，也包含了是说这个李嘉诚啊，他去卖这个所谓的巴拿马运河还有其他港口的这些股权的问题啊。其实如我们上周的预测啊，就是民不与官斗啊，这个一定会出问题。那果不其然，现在也出问题了。那这个目前呢所得到的消息是，李嘉诚他们的长江实业啊，大概是不会去完成这个交易啊，也是不是不会啊，是他不能够完成这笔交易，所以他们只能自己付这个罚金。而中国的国务院还有他们所发出来的一些消息，就是未来所有中国的国企通通不能再跟这个李嘉诚他们的相关的公司去合作。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各位不要小看说啊，他李嘉诚家大业大了，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中国政府跟国企去合作呢？你不能这样去想它哦，因为越大的企业，你越离不开国家的保护，你越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哦，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李嘉诚好像是有那个其他国家的护照，但是你毕竟拿的是中国公民的身份。对不对？那你在那边去营业，好，那你要说你要他的儿子李泽楷又参加那个他们的两会里面啊去参与会，然后你今天搞这个事情，那么他们整个家族所有的产业可能啊都要被中国的政商界啊去除名。你一除名啊，好可以跑其他地方去，对不对？对不起也不行啊，你就等于在中国等着把你消灭掉。这个是很正常一个事情，民不与官斗，尤其你这个行为啊，其实我们说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啊，就跟老师上次讲的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你如果哪怕你是先跟中国的政府说我想卖，但是你们出不起好价格，所以说我想卖给别人，这样总行吧？你有打过商量那只是说这个价格谈不拢，那这个是可商可量的，大家再集资一下，再讨论一下互相让一步或者拿什么利益跟你去换。都有可能是让这个交易有一些变数在，但是你一声不吭，你儿子在参加两会，然后你老子就只是人去把你们的这些重要港口这些战略物资来去跟别人交易了，那么这个东西就很确定一件事情，你李家在跟中国政府唱双簧，在唱什么？唱那个二人转一样，对不对？那你们两个表演一个戏，然后好像在麻痹中国政府，然后实际上你们在怎么样，再发一个这类似国难财的东西。
那这个事情就不是一个可以谈的事情。马云光这一件事情，想要把自己变成犹太人、犹太资本这件事情啊，就让他已经被冷冻了近10年的时间。近10年的时间，那更别说你今天李嘉诚这个行为啊，其实在中国的眼光里面看啊，无论是百姓或是官方啊，都已经算是叛国罪了啊，只是你没有是不能入刑法而已，不能入刑案而已，但是实质上它是一个叛国罪了。那么这个事情上，我们只能说他李嘉诚等了富二代李泽楷之后，他后面可能就等了归零了就只能吃龟苓膏了。这个有些事情啊是可做跟不可做的一个事情，有些财你可以赚，有些财你不能赚，你跑得了国外，别人也不敢收你，因为你得罪的是中国政府不是得罪中国人，你是得罪了中国政府，以后谁收留你，那都有可能就可以受到中国的善意的提醒，这个人不要碰，你一碰我就不给你好。那其他国家的人能够愿意去接受他吗？就算有，也是为了把你钱给吞掉。不要以为钱到国外去，别人就会善待你。这有一个评论蛮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香港人这个是看到网络上的评论了，我不能说他是真的了，但是我只能是说感同身受，因为我师父跟师兄弟是在香港，有一些香港人他们很特殊在英国人面前呢，在洋人面前呢，他把自己自卑的是表示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呢，在亚洲人面前呢，他要挺起腰杆他抬起了下巴，认为他自己是英国人，因为很有趣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心态，殖民者心态其实这个东西在非洲也有在什么地方都有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好吗？好，那我们等一下讲一下乌俄之战因为时间不够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没讲，要死我欧洲的还没讲，然后就结束了。我太爱胡乱说了。我看一下有没有可以谈的，可以跳过的事情。还有一大堆还没讲。美国纸老虎美国纸老虎，美国现在是纸老虎是没有错了美国现在是纸老虎了。还有什么？看各位现在什么问题撒漏油网。好，大概没什么问题5G 便宜。套餐1个月29不止呢，1800 180G 你买便宜的，为什么我的100块只要买到20G？ 100块买20G 吗？忘记我是买多少钱？反正我觉得中国的5G 好贵，我总觉得好贵了，好吗？好，来我们继续下去在欧洲部分呢，它的状况也是比较多。像目前的欧洲它现在比如说德国它在3月18日的时候通过了什么5000亿的欧元建设基建基金，以及4000亿欧元的国防预算，它已经打破了他们所谓的债务刹车。也就是说呢，这个前2个礼拜我们就应该讲到的事情也就是说德国他们新的政府已经去把过去做这债务上限这个制约取消掉了，变成是说它要进行大宽松政策。大宽松政策状况之下，就是说他们可以避免是说他们的 GDP 的负债过高，导致国债负债过高，然后让他们自己的基础建设比较停滞的状况。所以他们现在花了这么多钱，第一个要建立的国防预算，意思就是说德国要重建日耳曼的骄傲，也就是成为欧洲的国防中心。毕竟以前德国很能打嘛，对不对？打到整个欧洲都是哭爹叫娘的，这个状况是有的。我们知道二战的状况。而这个状况它也是怎么样？它也要去做他们的基础建设5000亿。基础建设呢，你花了钱就一定会有效果，只是大跟小而已。因为它里面还有环评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就是变成德国它现在要猛起直追。那它成功几率高不高呢？我抱持的保守但是审慎乐观的态度，因为毕竟德国人他们要做事的时候，他要干就干了，然后他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心魔他觉得要干那就是干了。像他们自己的工业水准一直以来都是很高的那德国的工业水准一直以来都很高的，所以他只要有这个心去建设5000亿欧元去建设他们自己国家的基础建设，还有他们的一个国防预算那未来我们之前所预测到的。这个世界分成4大板块那更加的落实，也就是4大板块就是欧洲、美国、俄罗斯跟中国世界会有四大的巨头去互相的去掣肘这个彼此都会互相的竞争。不要以为俄罗斯现在跟中国好，他就一定跟中国好到底，没有这回事。外交这个东西国跟国之间只有利益没有友情了。现在他需要中国，但是当中国强迫他自己站稳脚跟了，他就跟中国谈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是很现实的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现在也是因为他美国进行了一些钢铝的一些制裁，那么他现在反制制裁也会
在谈的状况之下，他们延到4月。争取在美国重新谈判啊，避免是说欧美两个去互相的去制裁，导致他们两败俱伤，然后让其他国家得到利益啊，这个当然可以谈啊，但是，谈不谈得成，我觉得在意哦，因为毕竟那个特朗普他做事情啊是没有在考虑到后果，然后特朗普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啊，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而特朗普他现在在3月30号的时候，也就今天啊，他已经宣布了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也就是说这4月2日起啊，对中国的商品关税增加60%。那么这个事情啊，针对世界货币组织 IMF 啊，他就警告了，好，你这个方法，你对中国增加60%的关税，你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个纳斯达克它单周累计下跌已经达到10%了。纳斯达克跟这个道琼工业指数比较不一样，那如果纳斯达克它跌那么高啊，那当然它里面也富含的是说你那个中国推出了刚才讲的新政策，它要让这个 NVIDIA 晶片啊在中国越来越难销售啊，还有就是说那个艾斯摩尔它的光刻机啊也不能来去制约中国了，所以纳斯达克的反应会比较大啊，说纳斯达克对于这个关税的反应度啊，其实不是只有就单一关税的问题，它还包含了是我们刚刚今天讲到的这个中国的新的光刻机的技术，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些政策的辅导哦，这个是有的。而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它现在汽车关税啊，还对他们自己的一个状态影响很大，比如包含的是说，这美国没有去，就特斯拉最近在美国啊一直被打抢砸。哦，他们的展售中心啊就被别人送了几颗花生米哦，连续送了弹夹一个弹夹之间，为什么？因为马斯克嘛，因为马斯克去搞了这个效率部，导致别人很多都是失业或是自己过不好。所以老师之前在马斯克要上任的时候就说啊，这个人呢、一旦去裁了他们自己的政府部门的时候啊，他一定会陷入到了康有为、梁启超那个戊戌变法的一个状态，各位还记得吗？所以说我说他百日维新啊，结果还没百日啊，他大概就已经尝到苦果了，都已经差不多了。跟过去大清朝的状况是一样的，对不对？你很想去裁掉这些冗官，你很想去做出有效率的事情，这是不是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这些人要去做的事情呢？是不是他们是不是满腔热血的要去把大清朝对不对变成这些无用的米虫，把它去除掉之后呢，然后盖新式学堂？然后呢，要赶快把他们的所有的教育啊、所有民生啊、所有工业啊，把它做起来，是不是来一个经济大跃进，对不对？结果是跟过去历史是一样的，康有为会跌股，那马斯克一定也会跌股。说你关了教育部，那其实也没什么大影响，就是美国教育变得更不行而已。回到州了去治理，而州的治理它又会有什么？又会有州的意识形态，又会有州的教材的不一样。那这个很多事情就变得越来越糟糕的事情，所以说现在开特斯拉啊，就容易被砸车，说很多的特斯拉车主啊，就把那个车标给拔下来，哦，贴其他的，哦，贴个4个圈圈的之类的，啊，避免它被砸车。那这个是什么？一种内战的产生，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政府已经造成了一些很大的疑虑。他们为什么不去砸川普大楼呢？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神主牌。哦，所以说万般有错，错不在正宫一人，而是什么？而是你皇帝身边有奸臣，说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他。简单讲，这些去打抢特斯拉的人叫做清君侧，懂老师的意思吗？他们认为他们在清君侧，因为特朗普一定是个完美的人，皇上一定是圣君啊，是不是？皇上既然是圣君，他做的这些事情一定身边有奸臣围绕啊，对不对？那我们要清君侧，对不对？我们要开始靖难，我们要奉天之意，是不是开始去打这些在圣战了？说马斯克未来一定是被牺牲掉了，为什么？因为皇帝不可能犯错，皇帝有错就是臣子给他误导了，那马斯克一定得背锅。所以马斯克他现在整个特斯拉的股价啊，还有销量啊，整个是打了非常大的折扣。未来有没有可能恢复？不可能恢复。我说真的，不可能恢复，因为你牵扯到政治，你就灭亡一途，你恢复不了的，完全恢复不了。所以说，马斯克他这个特斯拉啊，他在未来历史长河之中啊，它就会变成一个恒大汽车一样的结果啊，它就可能会消失在美国这个传奇历史里面，然后它没办法再起来了，因为别人只要想到马斯克，就想到美国的这个物价崩跌，物价狂飙，然后经济崩跌，然后股市狂泻。3月的股市狂泻，我有没有跟你讲不要进场？你有没有进场，我就不知道了，好吧？我就不知道了。好，那其他事情啊，我们可能来不及时间讲了。最后要讲的事情就是说，乌俄之战这个地方啊，
俄罗斯普丁啊，像现在已经不打算谈了哦，就是已经跟你谈也没有什么用了。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啊，他也非常有趣啊，针对他在他自己国家上面被侵略哦，那他自己已经焦头烂额，已经无力回天的时候，他发表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什么呢？我们泽伦斯基大总统他说，我愿意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谈解决战争的问题，除了普丁以外啊，我不跟普丁谈，其他人我都可以谈。打你的人就是普丁了，你不跟他谈，然后呢，你就表示你的格局，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毒夫，他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人家可理喻的人，他就不会打到你家里去，打到你家了，你还跟他讲什么理喻呢？对不对？你要么就投降，要么就怎么样呢？你赶快找别人来帮你去当和事佬搓一搓哦，把这个事情找话事人来处理一下，把这事给结了。拖到现在，是不是卢老师讲的？过去讲的，他赢麻了。赢到是说我打到哪里算哪里，我就拼命打，我就打哪里算哪里，我拼命推进，我推到一个地方，你就得承认一个地方，是不是？我推到后面，你到后面你在投降的时候，你就剩下基辅以西的地方可能才是你的，基辅以东的可能就以后都变成俄罗斯的，甚至更夸张一点，你连南部的一些港口可能都完全被占领掉，对不对？而且他还不会打你的发电设备，我就让你继续发电。哦，那你可以继续去做运行，但是呢，偶尔会停电。比如说，我知道你哪里是有在生产军工业的，哎，看电量就知道了，是不是？我占你那个地方，我让你发电，但是呢，我发现两个电有问题啊，使用量过高，我就断你那边电，135停水，246停电，对不对？包租婆上升，我就让你没水没电，你武器怎么生产？你就生产不了。那你靠欧盟去给他这么多钱去花啊？对不起，欧盟也是见人下菜碟的。你已经达到让这个俄罗斯已经长驱直入了，打到哪里算哪里了。那我给你的东西，那你也得告诉我，你以后拿什么来还呢、啊？来什么来还呢、啊？对不对？你就要有再多了，你也现在只剩下农产品可以还给我了。那你现在的地下面的那些稀土都是俄罗斯人在上面的。那以后你说拿那个稀土来跟我换这些资源。那前提是你那个土地还是你的、啊，如果土地不是你的，俄罗斯又高歌猛进了，那你又节节败退了，对不对？连包含北约进去的一些军官，然后美国人也被人家给消灭了。那请问一下，你拿什么还？哎，拿什么还？这你有无限黑卡，但是刷不出额度来了，那你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整个在乌俄之战里面已经快要扫战场了哦，这个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哦，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打的，打到哪里算哪里了。那下一个战场在哪里呢？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他现在往这个南海，也往伊朗那个地方去运兵，那他就要去测试看看哪边的战场比较好打，因为有战争能够打越大，才能够挽救美国现在的危机，而且要打的就是世界大战的等级，不然你没有办法救美国的经济再次起来。记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胡佛跟小罗斯福他们的政策是一模一样的。小罗斯福没有新政，他是承接了胡佛的政策，一直不断的去推进。但是后来拯救美国的不是小罗斯福的新政，而是二战美国的参战。美国一参战，军工产业各项工厂，还有他们的一些汽车各种零件，不断的制造啊，源源不断运到战场去，也包含帮战后之后帮日本的重建，还有欧洲的重建，这些都是利益。那么在一个战场能不能达到呢？就看美国政府有没有清楚到，他即使在一个世界大战，他有没有能力再成为世界工厂。如果没有能力成为世界工厂，那么也要去想一件事情，你的弹药你的武器到底能够补充的多快，你的雷神公司能不能去跟一个国家去拼它的弹药库存还有它的武器的库存。如果有打看看无妨，毕竟总是要打一场的嘛，什么时候而已。但是如果没有，你打一架少一架，后勤补给不够，那就很糟糕。所以说，未来整个世界啊，尤其在今年啊，就怕我们自己成为了一个什么？我们就成为了一个世界大战的引线啊，引线是烧的特别快的，炸药在后面，但是我们得先燃烧，那是不是就很糟糕？好吧。好，那各位什么问题哈？美国被胡塞打如何保台湾？他从来没有保台湾了，好吧？从来没有要保台湾的一个事情，好吗？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哈，我们这个春季的补运法会啊，我们今天已经在 LINE 已经在那个我们社群的贴文里面已经公布了。那老师在明天啊，或是稍晚了，所以公布在朋友圈。那我们一年的补运法会啊，只有2次，一次在春季，一次在秋季。那补运法会之后还有我们的补财库啊，补运跟补财库是2种不同的东西。那老师已经在这次的贴文跟 LINE 里面已经跟各位讲。拜斗它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会念什么经文？我们会安奉什么样的新君？其实各位有去理解到，就是诸葛亮啊，他跟天借运啊，他也是拜斗啦。
这个可能各位不是很清楚啊。他拜北斗七星阵就是拜斗了，好吧？这个讲起来，过去一直没跟各位讲，但是也怕各位太陷入这种法会的迷失，好像只要拜个斗，然后呢这个补个运，然后我天下无敌哦，不是哈，那个不是哈，那个连诸葛亮他都见不到，但是呢，他见面不可能的，但是实际上他要拜斗啊，是让我们能够趋吉避凶哦，然后能够转重轻寿，我们个人的元辰的时运啊会比较饱满一点。通常老师办这一场都要至少到5天了。一般来讲5天、7天、21天、49天，各种不同的可以。但是呢，我没办法维持到21天、49天了。很多5天我就觉得我很厉害了，每天都有功课要做，好吧？那个每天都有功课要做的事情。好，那美国打伊朗，中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打台湾？不知道不知道。兵者国家大事此生之地不可不慎也。而且打仗啊，就是要出其不备，攻其不意。所以在我们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就有可能打过来了。明天可不可能？我不知道，随时都有可能。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而战争一旦发，那说实在的，受苦的是百姓了。无论是小打还是大打，我们台湾都经不起一打。我们原因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我们战后的复苏要怎么处理？我们百姓的经济资金要怎么出去？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台湾这一阵子的股票跌得很厉害。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到外资汇出的金额是多少？而外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汇出呢？明明就是美国现在的状况不是很好，对不对？美元波动汇率很大，那么它现在汇出到底什么用意呢？这个就值得去玩味。很多事情我们要去看很多的细部的资料，我们合起来之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在运行的状况是很大的。即使到今天呢，这个还是有人跟老师讲，中国是不可能去武统台湾的。不是他可不可能，是他要不要？他要就要，他不要你也强求不来他。但是呢，你以为他有所畏惧吗？人家不是有所畏惧，是在算什么时候打成本最低。他要让我们自爆呢，还是他要来直接把它取得呢？哪个成本最低，利益最高？他评断好了，他就会动手，没有所谓的考虑其他问题，就只有代价这个问题。而现在代价真的是越来越低了，好吗？好，感谢各位今天收看。那明天周一我们会更新阳历4月12生肖运势解析。好了，我晚了半个月了，我知道不要再问我了，我晚半个月了，我真的晚半个月了，好吧？不要问我为什么，反正我在4月前公布就可以了，好吧？感谢。明天几号？明天4月1号吗？明天3月31，不怕，我没有过期，好不好？4月31我一定公布出来，好吧？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